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陪你一起换个角度看世界的汤。提起荣格，你会想到什么？心理学大神，精神分析大拿。翻开历史呢，还会发现一段神奇的往事发生在他身上。弗洛伊德曾经将荣格呢视作继承自己学说的继子，这一份重视呢，却被荣格视为一种控制。后来呢，他发起了彻底的反叛。今天呢，我们就来回到这段历史当中，透过两人的恩怨纠葛呢，聊一聊荣格以及他的学说到底有何神奇之处。话不多说，我们开始本期话题。弗洛伊德为什么觉得荣格会攫取他的地位？荣格真的是神棍吗？为什么他总爱关注灵异事件呢？1907年，荣格受到了弗洛伊德的邀请，来到了德国的维也纳。这是他们经过长达1年通信后的第一次线下见面。此时的荣格呢，32岁，精力充沛，在心理学界呢也小有名气。51岁的弗洛伊德呢，则享誉国际，他发现了人类潜意识，也提出了性压抑的学说。他们相识于几年前，当时弗洛伊德的学说呢受到了人们的广泛质疑，荣格呢就主动站了出来，力挺浮世学说，这给了弗洛伊德很大的好感。后来呢，他们就开始了这个书信往来。当天下午1点钟，他们两个人如期见面，正如在书信当中表现的那样，两个人一见如故。他们会面的时间呢也远远超出了预期，一口气呢谈了13个小时。13个小时啊，想必这个场面一定是如胶似漆。当时呢，他们的这次会面呢，被人们津津乐道。会面之后，两个人啊都对彼此留下了更加强烈的好感。荣格惊叹于弗洛伊德的博学多识，弗洛伊德呢也把荣格视作一份从天上掉下来的礼物。他精力充沛，聪颖过人，互相都有这么好的好感了，那么友谊呢就得像这个干柴烈火，快速升温，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儿了。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啊，这种温度啊似乎升得有点太过火了。在两个人的这个友谊当中呢，逐渐脱胎出一种新的关系，父子。弗洛伊德比荣格大19岁，也有一个女儿，但合适的年龄差呢，让他并不拒绝在自己的这个孩子当中呢再增加一位。于是呢，虽然没有明说，弗洛伊德决定按照准继承人的这个身份对荣格进行格外培养。他不断的提拔这个年轻人，先安排他担任自己的助手，参与自己的研究，并带他同出同进的出席了很多大型学术活动。没过几年呢，就开始对他委以重任。1910年，在第2次国际精神分析大会上，弗洛伊德庄重地宣布让资历尚浅的荣格担任学会主席，这引起了激烈的争辩。但弗洛伊德再三坚持，荣格呢还是将这一职位收入囊中。面对这样的栽培，荣格自然是十分感谢，但是呢，他还一直没有回过味儿来，直到两个人发生了一次生动的促膝长谈。在长谈中呢，弗洛伊德对荣格就这么说：请你答应我，一定不要放弃我的这个理论，这是一切事物当中的最根本的，我们得使它成为一种教条，一座不可动摇的堡垒。那语气啊，就像一个国王在去世之前的嘱咐就要继承皇位的儿子一般。这一下，荣格终于明白了过来，原来我把你当朋友，你把我当儿子。面对弗洛伊德的这种幻想呢，荣格自然是非常无奈，但是呢，他又不好撕破脸，毕竟呢，对方是他非常尊敬的一个人，而且呢，他也是精神分析界的泰斗。但是呢，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呢，更让他目瞪口呆。弗洛伊德关于继子关系的幻想呢，一直盘旋在他的这个心里头。他呢，又极度相信俄狄浦斯情节，这让两个人的关系呢，越来越复杂。有一段时间，荣格对一种史前尸体呢，十分感兴趣。这种尸体啊，埋藏在泥煤当中，在丹麦、瑞士、德国的很多地方呢，被采挖者发掘出来。稀奇的是啊，他们很少表现出腐烂的痕迹，保留了完整的面容。荣格呢，就在一次吃饭的时候呢，就和弗洛伊德聊起来这些尸体。但就在荣格聊得尽兴的时候啊，弗洛伊德却一下昏了过去。苏醒过来之后呢，弗洛伊德说，他认为荣格反复谈论这些尸体呢，正是因为他的潜意识试图向弗洛伊德发起攻击，就像俄狄浦斯那位王子一样谋杀自己的父亲。面对这样的暗示，荣格惊讶的哑口无言。动一动脑子就能明白，在弗洛伊德大脑当中上演的故事。他当儿子一样的培养了荣格，荣格呢一天一天的变得强壮起来，然后呢，荣格就会恩将仇报，为了一己私心呢，推翻自己打下的基业。没有发生在现实当中的事儿呢，荣格自然是无法自证清白。
他只能变得更加谨小慎微，对弗洛伊德呢也很少再提起自己真正的研究。但两个人的关系还是迎来了一次新的冰点。1912年，在慕尼黑举行的一次心理分析大会上，人们谈论的焦点呢引到了阿曼诺菲斯4世，这是古埃及的一个法老。公元前1400年前左右呢，他曾创办了这个一神教。谈话间呢，有人就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引起了广泛的赞同。即他们认为呢，在创办一神教的这个伟大行动的背后呢，隐隐约约有一种仇富的情节在游荡。这种看法呢，激怒了荣格，于是呢，他便对这一观点呢予以抨击。可正当荣格说话间呢，弗洛伊德却再次像棉花一样从椅子上瘫软了下去，陷入昏厥。所有人赶紧围上去，又是掐人中，又是按心脏，好一会儿，弗洛伊德才苏醒过来。苏醒后，从弗洛伊德眼神当中呢，荣格一下就明白了过来，这又是紫砂父的幻觉在捣鬼。这样的举动让弗洛伊德在荣格心里的光辉形象呢荡然无存。这哪是精神病医生呢？这不是妥妥的精神病患者吗？荣格就认为弗洛伊德之所以这样呢，是因为他自己提出的这个性压抑观点。弗洛伊德认为人类的这个潜意识呢是阴暗和邪恶的，由性欲和攻击欲望的这种本能所驱动。基于此呢，他还认为子嗣一定会攻击象征权力的父亲，亲近母亲。由此呢，他提出了俄狄浦斯情节。弗洛伊德的表现呢，正代表着这一学说的瑕疵。究竟该如何逃脱这段畸形的关系呢？弗洛伊德陷入了深思。当然，弗洛伊德呢也并没有真正的疯掉。他之所以产生恐慌呢，也并非只是基于这些幻觉。在两个人的这个私下接触当中呢，弗洛伊德就发现呢，荣格总会分享一些奇怪的论调。他经常向弗洛伊德谈起神话、卜卦、炼丹、灵异事件等等一系列这个封建迷信。他会询问弗洛伊德的看法，并且呢，试图把这些和精神分析联系起来。在弗洛伊德看来，这超出了心理学研究，甚至是科学研究的范围。细想一下，弗洛伊德的质疑呢，也有几分道理。要是天天跟这些封建迷信搞在一起，不就把心理学带到了挑大神的这个深沟里了吗？但荣格呢，却十分执着。他坚持认为呢，在这些里面呢，会获得重大的发现。他之所以这么执着，一方面是因为科学研究的素养，另外一方面呢，还是因为他曾经亲身经历过很多神秘的事件。这些经历也超出了科学实证的范围，所以呢，荣格总是讳莫如深。直到去世之前呢，他才把这些记载在了自己的这个传记当中，公诸于世。1875年，荣格出生在瑞士的一个偏远小城，他的家庭宗教氛围浓厚。他的父亲呢是一个乡村牧师，同时呢，他的2个叔叔、5个舅舅以及外祖母都是神职人员。可能是神秘气息的影响，从记事起呢，他就开始经历各种样子的怪事儿。3、4岁时呢，他曾经做过一个怪梦。他梦到站到离家不远的一大片草地上，在草地上呢有一个石头砌成的洞，他胆战心惊的走了下去。洞底走不多远呢，就有一个圆形的拱门，门上呢挂着绿色的帷幕。好奇心驱使他掀开了帷幕，在暗淡的光线下呢，他看到了一个豪华的宝座。他抬眼向宝座看去，起初呢，他以为那是在那个宝座上呢有一个树桩，细看才发现呢，那个树桩呢是由皮和肉组成的，最顶端呢还有一个圆圆的像人头一样的东西，没有脸也没有头发，头顶端呢长着一只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屋顶。他回忆说，这个诡异的事物呢把他吓坏了，有好多个晚上呢他都不敢睡觉。直到多年以后呢，他才意识到那是一种古老祭祀当中被人崇拜的男性生殖器。怪梦并不是荣格的唯一的经历，在参与一次婚礼的过程当中，他被安排和一个陌生的男人呢坐在一起。为了回答这个人提出的问题，他编造了一个故事，故事里也润饰了各种样子的这种细节。他正讲着这个故事的时候呢，这个人的脸上呢就出现了十分异样的表情。后来呢，他被告知他讲述的呢正是坐在他对面的这个人的身上发生的一模一样的故事，准确的连所有的细节都一模一样。而这个时候呢，他在回忆这个故事，却一个字都记不起来。少年时期的荣格呢，并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所以呢，他自己给出了一个粗浅的解释。他认为自己身上有2种人格，一种人格呢，就是这种普通的小孩，过着普通人的生活；而另外一个人格呢，则是一个神秘的大人，他可能在世上活了成千上百年，和
和世间存在的各种生命呢发生着连接，充满着一种神秘的能量。显然这样的说法呢并没有任何科学依据，荣格呢也无法通过这个说法呢说服自己。后来他试图在哲学当中寻找答案，其中包括叔本华、康德、史前考古等等各种学说，但一直没能够找到明确的答案。后来他进入到巴塞尔大学呢学医，从大学毕业之后呢成为了一个精神病医师。此时正值弗洛伊德的学说呢正在被广泛流传，结合医治案例呢，他对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呢产生了强烈的兴趣。那同时呢也隐隐约约的感觉到无法被浮世学说的这个性压抑理论所说服，因为呢这不仅跟他的这个神秘体验呢完全不匹配，并且呢按照这样子的这个逻辑推论下去呢，文化因而就显得就像是一种闹剧，只是因为受到性压抑的这个病态的这么一个结果。那么他身上的这些神秘的体验，包括那些宗教、神话、祭祀等等，又为什么会存在呢？在与弗洛伊德的交往的这段时间呢，他就对世界各地的这种神话、幻想、灵异事件呢进行了收集。通过对这些材料的进行研究呢，他模模糊糊的觉得似乎找到了更加明确的答案。他模糊的认为呢，潜意识应该是一种更宏大的力量，就像是在他身上出现的那种第二人格一样。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呢，他就经过了这个慎重的考虑，他决定呢先隐晦的提出一些假说。如果呢这些观点能够获得广泛的支持，这无疑会推动研究的进度。况且呢，如果人们都强烈支持这个观点呢，那么弗洛伊德的这种阻挠呢，可能就并不会具有那么大的这个杀伤力。当然呢，荣格这么想呢，还是太年轻了，看清了学术大佬的报复心。1912年，荣格出版了一本名叫《利比多的转化与象征》的书。在书中呢，他隐晦地论述了潜意识存在的其他可能性。紧接着呢，他在美国的这个讲学当中呢，就公开了自己的这个一些主张。出其不意的是呢，他获得了很多美国人的支持，这让荣格呢十分乐观起来。在1913年召开的国际精神分析代表大会上，他公开地宣扬自己的这些学说。他的演讲呢得到了更多学者的支持，这也让他得以连任学会的主席。事情似乎正向着越来越明朗的这个方向发展。但是呢，后来的事实证明呢，这些呢只不过是暴风雨来临的前夜。这次会议后不久呢，弗洛伊德就对荣格发起了反击。他和自己的追随者呢，先后发表论文向荣格发起讨伐。他们凭借在学术圈拥有的这个广泛的影响力，将一颗一颗的子弹呢射向荣格。面对这样的群体进攻呢，荣格自然是很难招架。紧接着呢，他勉强迎来的一些支持者呢，也纷纷的离开了他。这年10月，荣格呢就被彻底的孤立了起来，他不得不先后辞去了年鉴编辑职务和学会主席职务。最后呢，他退出了所有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等等相关的学术活动。荣格彻底败下阵来，弗洛伊德呢自然是高兴不已。7月25号，他在给阿伯拉罕的这个信中这样写道：卑鄙的、虚伪的荣格终于从我们中间滚蛋了。但这并不是荣格面临的最终极的惩罚。后来呢，弗洛伊德的追随者呢就开始向外界呢广泛的散布一个谣言，说荣格患了精神分裂症。这个说法呢被广泛的传播，带来了更强的杀伤力，这让荣格呢一下从精神病医生呢变成了精神病患者。病人们对他纷纷的怀疑，从此呢不再找他来治疗。他的学生呢也一个个的离他而去。更严重的是啊，他的学说呢也成了学术界的笑话，加上里面又是讲神话又是讲灵异事件的，这些通通呢都被当成了一个精神病人的自白，群魔乱舞的学说。站在弗洛伊德的角度来看呢，不得不承认这是一次非常干净利索的围剿。荣格名声尽毁，不能教书，不能看病，出个门吧还被人当作是精神病。荣格后来回忆说呢，他差点精神崩溃，自怨自艾也不是办法。后来呢，荣格就干脆辞去了自己大学教授的职务，踏上了远走他乡的旅途。他去到了非洲的很多国家，远离弗洛伊德笼罩下的这个乌烟瘴气呢，继续自己的研究。直到7年之后，他才凭借《心理类型》这本书再次回到人们的视野。这一次，荣格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他对流行在世界各地的神话、文学、艺术以及各个时期的哲学观点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充分论证了自己提出的观点。和弗洛伊德将潜意识看作压抑的性欲不同，荣格呢认为无意识呢是一种
全人类整个物种的心理运行机制，不仅受到个人经历的影响，而且呢还会受到无意识材料的集体影响。他认为这些材料呢是遗迹的仓库，是历史的记忆。最简单的例证呢，就是世界上不管什么种族，大部分人呢都怕蛇和黑暗。如果放在文化里来说呢，还能找到更多的这个例子。比如说中国有盘古开天辟地的传说，但同样的传说呢，在世界各地呢也以变形的方式同样存在，很多符号也是如此。中国有太极八卦，古印度有曼陀罗，这些造型呢都和圆相关。而古代巫师进行祭祀仪式的时候呢，也总是会绕圆形进行，圆的中心呢也总是被代表着世界的神秘中心。在荣格看来呢，创造这些文化的就是集体无意识在发挥着作用。集体无意识由原型组成，原型呢是象征性的表征，以神话人物、图案或者主题等等各种形式，在不同的这个文化和历史时期呢反复出现。这些广为流传的神话母题包括英雄角色、救世主、龙或者是怪兽。集体潜意识存储的这种各种各样子的原型呢，也是使我们每个人产生不同性格的原因。直到现在，16型人格测试呢，依旧是被广泛的采用，也被很多人视作了解自我的最佳手段。心理类型的出版呢，终于让荣格沉冤得雪，恢复了原有的名声。不过此后呢，他再也没有跟弗洛伊德发生过任何的往来。二战时期呢，弗洛伊德因为犹太人的身份呢，4个妹妹相继被杀，女儿呢被劫持，他不得不逃到英国。但是呢，在英国的这段时间呢，他的这个口腔癌呢却复发，没有熬到纳粹灭亡呢，就先行去世了。在去世之前，他依旧坚称荣格就是一个虚伪自私的小人。在弗洛伊德去世之后呢，荣格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彻底隐居起来。他继续研究自己感兴趣的飞碟、炼丹术、神话、灵异事件等等，不断深化自己的观点呢，直到去世。伴随着2个人的相继离世呢，这段世界恩怨呢也终于画上了句号。不过在他们的身后呢，依旧留下了很多的谜团。潜意识究竟是什么呢？直到现在呢，也有广泛的争议。有的人呢引用浮世学说，也有的人呢引用荣格的观点，或者呢有些人干脆就说他们2个人都在胡说八道。看完本期视频，你会更认同谁的观点呢？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我是陪你一起换个角度看世界的唐，我们下期再见。